我不想再穿这件鬼东西，我要以真面目见人。你冷静一下好不好？刚才我们的身份就差点暴露出来了。不过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办法。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我光明正大去白云观救人。白云观上高手如云，你以真面目示人，跟去送死有什么分别啊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谁敢阻拦我？我会怕他们吗？如果你死了，我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安危啊？我知道你为了木狼神君他们心里着急，但是也不可以蛮干。与其正面冲突，倒不如偷偷打听他们的下落。我不是不顾你的安危，我只怕再等下去会凶多吉少。要救他们，一定要见机行事，知不知道？大藏，木狼脱尘，郡主没事吧？大藏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说来话长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。好，走。走走。站住！无言大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次看你往哪里跑！弟兄们，这就是杀死掌门的凶手，不要对他们手下留情，杀！且慢！你就是呼延大藏？你是谁啊？我的掌门师兄是被你所杀。公平决战，他死在我剑下，不关我事。胡说！分明是被你下了毒，才会命丧你手。无耻之徒，拿命来看！主儿，看你往哪儿跑！人呢？人呢？人不见了！
你也太胡闹了，和那些邪里邪气的人在一起，闹出这么大的乱子，你知道多危险吗？今天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那些武当道人真的能把你给杀了。现在这么做，不仅丢了我的面子，也丢了全天下武林的面子。现在这种局面，人家要怎么处置你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这里就我们2个人，爹，你不要再装了。放肆！别人只知道你是黄河狂侠，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，高高在上的武林正派，但我知道的，却是你背后所做的那些事情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说的是你的阴谋诡计，你要称霸武林的企图。你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小的时候疼爱我，一脸正气的爹，究竟到哪里去了？古人说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”你看看，你整天和那些邪派人物搅在一起，你都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呼延大藏是什么人？他是中原武林的公敌。你和他在一起，你也成了中原武林的公敌了。你知不知道？现在外面有多少人要杀你？有多少人要我大义灭亲把你给交出去？爹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演戏？其实你就是为了当武林盟主，像你这么卑鄙的人怎么……轮不着你教训我！珠儿，爹不该打你，爹没有好好陪你，没有教你。事到如今，是爹有错。你不要给我来这一套，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。你知道，现在外面众口一词说要杀你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无论如何也不能伤害了你啊！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，如果你愿意帮助武林正道，去把那个呼延大藏给制服了，大家就不会再为难你了。你想让我跟在大藏身边，帮你们传消息？是啊。好啊，那你先放了我。你答应了？你是我爹，我当然会答应你了。好，不过你得先喝了这个断魂散。什么？你要我喝唐门的毒药？对，你每次回来的时候，他们都会给你解药的。我是你的女儿，你却让我喝断魂散，谁不知道断魂散是剧毒，就算吃了解药，武功也会全失的。我后悔的是当初就不该让你去学武。你可是我爹呀，竟然让我吃毒药！还不是你逼的我。如果你不跟那个蓬莱人在一起，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？我就是要和他在一起。你所谓的武林正派，全部都是伪君子，大藏才是有血性的男子汉。你不用在我面前装了。当初你一个人偷偷在荒郊野庙和人密谋扰乱武林的事情，我全部都听见了。听到了什么？你自己说的话，自己最清楚。你再重复一遍给我听。你想称霸武林，想将所有的人都收归你的门下，想毁掉武当、少林和所有不愿意听你话的人。好，我放你出去，你跟人家说，我看谁会相信你的话。你别以为我拿你没办法，我既然可以大义灭亲，不要自己的亲娘，也同样可以大义灭亲，不要你这个女儿。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我上白云观，救出珠儿。我们现在只有3个人，而且都有伤。木狼说的对，有伤在身，功夫自然会打折扣的。
就算我们现在上去了，也讨不到多少便宜。王颠是珠儿的生身父亲，我想不会把他怎么样的。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把伤养好。中原的武士一定在追杀我们，不如先躲一躲。要不先跟我去大宛国吧？不行，我不能丢下珠儿。不是丢下，等时机到了，我们再回来。不如先回青木堡。我再讲一次，我不能丢下珠儿。好，如果你执意这样做，我陪你。我也去。3个人在一起，也许还能拼一阵子。开门。是。怎么样？总共3个人在隔壁的厢房，2个男的好像受了伤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好好看着他。是。我们今天晚上就偷袭。是活的还是死的？死活都行。老猴子，深夜你都不安生，给我上！快去看大葬。上房主回来了！上房主，快！上房主，上房主，上房主回来了！上房主，参见上房主！快起来说话！你们怎么没走啊？当初老堡主担心敌人来进攻，所以在山里早就搭了一些帐篷，还存了一些食物。这些我怎么都不知道。自从青木堡被烧之后，大家都躲到了深山里，可是谁都不舍得离开这里啊。这下可好了。少堡主回来了，就可以带着我们一起干了。对，是啊，对啊，青木堡成这样，大家都不离不弃。这次我回来，一定会尽力保护青木堡。
我不允许任何人再来青木堡撒野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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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真静啊！生活要是总这么太平就好了。真希望我的伤快点好。好了之后，赶快去白云观。别着急，要救珠儿也不在这一时。兄弟哪儿都好，就是有些沉不住气。我只怕他们离开白云观就不好办了。不会的，他们是冲武林大会来的，大会没有开，他们不会离开的。万一他把珠儿藏起来了？我平时看你很果断，怎么突然间就放不下了？我告诉你，珠儿在王颠的身边是很安全的。我看你是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方寸已经乱了。我来中原的时候，是为了完成师父的心愿，没想到遇上你们。你是爱上他了吧？这是好事。人总要有个归属吧。等你们成亲的时候，做兄弟的一定为你好好操办。我希望有那一天。其实，在和赤松比武之前，珠儿已经叫我不要去。当时我真的不想去。你不是那种逃避的人。我想好了，比武之后，和珠儿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过一段安静的日子。想不到你还这么浪漫。你们两个饭做好了，快进来吃吧。你不也一样吗？我的事情没这么简单。我不觉得有什么难的。他对你的感情我看得出来，你们只是闷着不说罢了。现在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，我也不想。这种事情应该男人主动，你不会让女孩子先开口吧？现在不是讲儿女私情的时候。你不也是要完成你师父的遗愿吗？难道我就不能有责任吗？托尘是个好女孩，一定要珍惜，错过了就会没了。越是珍惜，有的时候越难得到。来吃饭吧。哇，这么丰盛啊！怎么会有肉？大家日子都不好过，以后我们还是不要接受他们的食物了。放心吧，这是我自己采的野菜和打的野兔，不是跟他们要的食物。这个我就不帮你了，人家一片苦心，你还这样，快道歉。说啊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的，我也不会那么小气啊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俩打猎。这还差不多。手艺真好。你的珠儿手艺更好。我的珠儿跟你比啊，差远了。哎，你这辈子有口福啊。喂，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多？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。你以为我只会板着脸杀人啊？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，快吃吧。对了，我已经送信给史都将军，希望他尽快回青木堡跟我们会合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多了一份力量。现在青木堡里有多少人？除了妇女和孩子，可以上阵的，大概200人。不过还有人陆续回来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重建青木堡。最可怜的，就是那些老百姓了。好好的生活，一下就没了。他们都那么忠心吗？故土难离呀。哪怕是付出再大的代价，谁都不希望离开自己的家和亲人。希望不会再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如果白水宫知道这里的情况，就难免一战了。那好，明天开始，我帮你们修寨。
那你可要多吃一点啊。好。如果青木宝可以再站起来，我们有力量了。我一定要找白水老妖，讨回血债。停！启禀上堡主，外面有动静。什么动静？有一马队向青木堡冲来，好像来者不善。走，去看看。史都将军回来了。参见郡主。起来吧。史都将军来得好快啊！一收到郡主的消息，我就动身了。按照郡主的吩咐，在下收集了一批情报，已经派人送回了大宛。国王很满意，所以又派他们来到中原支持我们。太好了。他们可都是从扎林格部落中挑选出来最勇猛的武士。扎林格部落是西域最强悍的部落，有了他们的帮助，青木堡的力量一定就会更强了。多谢将军。啊，少堡主，要说马上的功夫，他们可以说是个个天下无敌。可是，一旦下了马，还要靠少堡主多多照顾啊。将军言重了。对了，郡主，我还有一样礼物给郡主带来了。是什么？汗血宝马。这里真美。是啊，以前我不开心的时候，就喜欢来这里。只可惜，我们现在不能过宁静的生活。也许时候还没有到，再等一等吧。怎么？难道你也想过那安安静静、与世无争的生活吗？那当然了。谁喜欢过打打杀杀的日子？田园生活，谁都向往。那太好了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和珠儿还有大藏一起走，躲得远远的，我们一定能找到田园乐土。我们？我答应你。只可惜这世上的事情真的让人不知所措，到底未来是什么样，没有人知道。也许未来并不如我们所愿。是啊，你说的没错。你是郡主，亡命难违。这一次你来中原，不就是为了找紫衣侯吗？你终究还是要回到紫衣侯身边。紫衣侯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，任何女子见了他都会喜欢他。而我，你误会了，没有错，亡命的确难为，紫衣侯也确实是个英雄。可是，就算回到紫衣侯身边，也不是我真心的。
我没有资格留你，只要你开心，只要你是幸福的，我就满足了。我的心意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明白。也许，这就是我们的命。我们都有责任。不过你要相信我，永远的相信我。我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。我相信你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相信你。郡主，史都将军，将军快请坐。啊，将军有什么事，请说吧。有些话，在下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史都将军，我们一起经历过风风雨雨，有什么话请直说吧。谢郡主。今天在下见到郡主和木狼堡主的样子，哦，当然，木狼堡主是世上少有的英雄人物，在下也知道郡主对他很有好感。他是我的结拜义兄，我们也一起经历过很多生生死死，就像我和将军一样。也许并不太一样，男女之间的事情，在下本来不应该多管的，更何况，郡主是何等的身份，在下说三道四，已经是犯上了大罪。可是，我们毕竟担负着大宛国的重任。如果说郡主被别的事情所干扰，而误了我们自己的事情，那……史都将军不必担心，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。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我心里有数。作为大宛国的郡主，我不会背叛国王，更不会背叛大宛国。在下只是担心，如果郡主被感情困扰，而做出错误的决定，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。你不用再说了，就和史都将军一样，紫衣侯的事情我会慢慢去做的。在下以为，我们应该立即启程去寻找紫衣侯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就把他绑架回大宛国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新生力量。史都将军，紫衣侯现在人在哪里，我们都还不知道，更何况中原武林的人到处都在追杀我们，就这么四处奔走，就凭我们20几个人是很容易被杀掉的。将军不觉得这样的决定太过鲁莽了吗？可那也总比在这里替他们守着青木堡好啊！我们在这里只是等待时机。紫衣侯必上白云观，到时候武林大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还不知道，绝对不可冒失行动。更何况我们在这里，只是为了要联合更强大的力量。可是，还有对于我的私事，以后不要随便提起。郡主，这是干什么？在下对大宛国、对郡主是忠心耿耿，还请郡主明鉴。将军，请起来吧。在下其实有些话不吐不快。将军要说的话我已经知道了。不，郡主，难道你不觉得木狼堡主有点奇怪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虽然在下对中原武林的事情一窍不通，可是在下从小在官府长大，所以
将军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认为，木狼神君是吃朝廷饭的。你说什么？从他的一言一行、举手投足，都很像朝廷中人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从他上马、喝茶，包括握刀的姿势都……够了，石都将军。以后这种胡乱的猜测，不准再随便提起。可是没有可是。如果他是朝廷的人，我们还能活命吗？我们到了中原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寻找紫衣侯来做我们的国师，帮助我们强大？将来不论是面对中原的侵犯，或者是进攻中原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主动。如果他是朝廷的人，又知道我们的事情，还能留我们到现在吗？郡主。快报告少堡主！这次对手来势汹汹，看来不会轻易放弃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死战的准备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白水宫杀到，要进攻青木堡。有探马来报，白水宫带着火魔神和土龙子，已经在15里外扎了营。他们一共分4处扎营。土龙子有可能从2侧绕到青木堡的后面，截断我们的退路；而火魔神有可能从正面进攻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抓住时机，逐一击破。是。木狼，你是不是在担心明天一仗？只要我们全力一战，应该能取胜。这场大战不是江湖比武，靠的不是单打独斗，要想取胜，凭的是各自的实力。木狼，你也太过忧虑了。行军打仗靠的还是将领的才能，以你和大藏的武功能力都不比火魔神差，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你错了。火魔神土龙子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统领本部很多年，经验非常丰富。从人数上，他们就占了绝对优势。真的没有机会反攻吗？我们未必会输。刚才你不是还信心十足地鼓励大家吗？你不是说，大家团结就能成功击败对手吗？我们的实力已经很弱了。如果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，他们会怎么想？所以，不管能否取胜，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。他们能够活下来，看到我们，就像看到了希望。所以不能告诉他们，绝对不能。不止他们相信你，我们也一样。你一定可以的。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？要想攻打白水宫，办法只有一个，只是……不管什么办法，我们都会拼死相助的。我们只能偷袭。我们只有200人，而且战斗力不强。我们必须攻其不备，才能争取主动。好，那你我各带100人。不行，100人目标太大，容易被发现。那到底应该带多少人呢？不超过20人。20？没错。这一步棋很险，能否成功，我也没有把握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试一试。那你说说有什么办法吧？你们知道青木堡、白水宫、圣土、圣火都是行事诡异的门派，而且他们都有很多奇怪的规矩。
还有自己的圣物。比方说土龙子，他们的圣物就叫土灵。什么意思？是一只白玉雕琢的栩栩如生的老鼠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？大藏，我希望你跟托尘去对付那只白玉老鼠。老五、老六，回去歇着吧，轮到我们兄弟了。哎呀，你们再不来啊，我这泡尿就尿到裤子里了，快憋死他了！哎，快叫人！快叫人呐！来人呐！圣母，大事不好了！不通报就进来，我看你是越老越没规矩了。圣母，请恕罪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这么惊慌啊？本门出现凶兆，白玉老鼠浑身是血，被倒吊在寨门前。白玉老鼠不是你们的圣物吗？一向都被看管得很严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这一切都是天意。10几年前，属下的师傅，本门的掌门落地神仙桑奇，从白玉老鼠身上得到遁地神功之后，包裹白玉老鼠的布囊上有一道魔咒，上面说，一旦土灵饮血，灵气聚散，本门中人身首异处，将无一幸免。会不会是有什么人趁你们不备，故意捉弄你们？本门弟子入门时都发过毒誓，如果违反，将被凌迟处死。那照你这么说，除了你们本门弟子，外人是不应该知道这个秘密的。是啊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也许是那个家伙不守规矩。那你现在告诉了我，你不就成了第一个要被凌迟处死的人吗？总之，本门其他人就是有9个脑袋，也不敢将此事告诉给别人。再说，属下在附近还发现了很多死蛇，还有属下2名得力手下的尸体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他们除了脖子上有土灵的牙印外，并无其他伤痕，那是被活活咬死的，而且死蛇上也布满了土灵的牙印。越说越离谱，谁不知道那个土灵是上好的玉石做成的？怎么可能咬死你的手下呢？所以说，土灵饮血，灵气聚散，指的就是土灵会复活，变凶灵，更能杀人于无形啊！难道就没有化解的办法吗？只有一个。是什么？你快说呀！就是本门上下斋戒3个月，不动任何杀机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们中计了，这一切都是青木宝干的。不会，青木堡的人绝对不知道这个秘密。现在，我们的弟子准备纷纷撤离，所有人都不可能不遵循这道魔咒。那一定是对手做的手脚。你立刻派人下去准备，明天就攻打青木堡。属下做不到，现在没有人会听从这个命令。难道你也敢抗命？就算我死，也不敢违抗天命，违背这道魔咒。我死是小，灭门是大。这都是木狼神君那小子设的骗局。圣母，我们撤兵吧。绝不可能。木狼君果然厉害，一场夜袭去了一个强敌。土龙子一定以为我们不知道他的秘密。你怎么知道他们的秘密的？当然有高人指点了，不过天机不可泄露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你不干脆让我们杀了土龙子他们呢？是啊，让我们去抓白玉老鼠。我要的是退兵，而不是人头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杀了土龙子，他的手下全部会听命于白水宫的调遣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他的兵马毫无斗志。那你打算把抓来的那2个人怎么样？我们明天还要面对火魔神。听说白水老妖一向是冷酷无情，所以
明天我们就把那2个人绑在阵前，逼他们退兵。如果他们不肯，我们就杀了那2个人。一来可以威慑火魔神，二来让他的手下看到白水老妖见死不救。你想，他们还会为他卖命吗？是啊，大王国不是要找国师吗？我看派他去就好了。拓尘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好像有心事。我只是觉得奇怪，昨天我们去营寨怎么那么顺利？尤其是大藏那一队，在行动中几次都弄出了声响，却没有被发现。谁让你偷偷跟着大藏去的？不是说好了你不去的吗？这样很危险。我也是想帮忙嘛。他比你的手下厉害多了。对了，接下来怎么做？我担心明天火魔神不好对付。不错，火魔神是他们3个人中实力最强的，他的人马还有火器都不好对付。只可惜我们寨中水源不足，要不然我们一定可以控制他的火器。你想怎么样？虽然我们挫败了土龙子，但是白水圣母和火魔神加起来的实力仍然比我们强大。偷袭已经用过1次了，第2次恐怕不灵了。一场大仗在所难免。偷袭已经用过1次了，第2次恐怕不灵了。一场大战在所难免。要不我们也学诸葛孔明，摆个空城计吓唬吓唬他们。司马懿已经认准诸葛孔明手上到底有多少兵马，而且他算准孔明绝对不会冒险。可是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跟火魔神交手，他很清楚我们的底细，所以我们是瞒不过的。那就好了，那我们就打一场。参见圣母。起来吧。你不好好跟着紫衣侯跑到青木堡来干什么？难道你放心不下少堡主吗？紫衣侯趁属下不在偷偷走了，与魔狼神君只是巧遇。就算被甩掉，以你的本领也能追上紫衣侯的。我看你是不想追。而且昨天晚上青木堡连破土龙子的2个营，我看你有份吧？我并没有做对圣母不利的事情，是吗？土龙子人马现在人心惶惶，根本不给我上阵。那些只会躲在盔甲里打仗的人，现在就等于扒了他们的衣服。他们还怎么出战？你老实说，土龙子的那个老鼠是不是你们干的？圣母如果要治罪，我无话可说。不过为什么圣母说话也出尔反尔呢？我出尔反尔？你说给我听听。圣母曾经答应过我不杀木狼军，现在却派这么多人围剿青木堡，青木堡已经是一片瓦砾了。为什么你非要斩尽杀绝不可呢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让他加入我白水宫而已。可是你的手下知道你的意思吗？土龙子呢？火魔神呢？一旦大开杀戒，杀红了眼的时候，他们还能停得下来吗？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放肆！白水宫属下抗命者死。如果圣母不遵守之前的诺言，我也不会再为白水宫效命。你杀了我吧。好，好吧。土龙子这件事，我不再追究了。我也答应你，不杀木狼君。不过他要交出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
神木令牌。神木令牌是青木堡的圣物，木郎君绝不会交给你的。神木令牌何时成了青木堡的圣物啊？哼哼哼哼。我们这次来，只是希望能劝青木堡归顺白水宫，绝没有恶意。没想到贤侄这么紧张，竟然将土龙子给活捉了，还杀了我们那么多的弟兄。拿着兵器来说和，还真是少见。那我今天只带了这几个弟兄，也算是有诚意了吧？上次就是你，趁着我们青木堡疏于戒备，你烧了我们多少房子，杀了我们多少人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你小子别嚣张！如果不是白水圣母有令要我来劝降，我早一把火把你们烧成灰了。那倒也未必。古人说先礼后兵，我可是给足你面子。要死要活你自己选吧。我青木堡本来就与你势不两立。好，那我明天再来，我会把这青木堡所有活物通通杀光，而且还会让这寸草不生。你一个人死倒也罢了，还要让所有的人跟你一起死，这就是你所说的侠义。废话少说吧，明天再来决一死战。哼，好，那你今天晚上可有的忙了，记住啊，要多做几口棺材，恐怕明天不够用。木老，明天怎么打？除了全力死战之外，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。以实力来讲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难道我们就不能躲？不是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吗？明知道不能胜，为什么还一定要打呢？就算我们躲起来，白水圣母也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一个真正的英雄，明知道自己要战死，也不能逃走。那叫愚蠢固执，那才不是英雄呢。白水圣母也好，白水老妖也罢，他们说的都对。难道你真的为了报仇而要牺牲所有青木堡人的性命吗？你怎么帮敌人说话？我这哪里是帮敌人说话？当初你身陷白水宫，有伤在身，他们不但没有杀你，还放了你，这算哪门子的敌人？不过，他们至少是青木堡的敌人。你说的不错，我没有资格，没有权利让青木堡的人陪我一起死。你愿意陪我吗？我会毫不犹豫的。我有一个计划，
可能成功，但不知道能不能有用。什么计划？你们还记得青木堡的密室吗？在那个密室的外面有一个秘密的出口。你是想要趁夜偷袭他们？如果明天我们跟火魔神硬碰硬，肯定胜算渺茫。但如果我们趁夜色，在他们的营地里放一把火，趁他们大乱之时进攻，就有可能取胜。我担心，没等我们靠近就被发现了。这正是我所顾虑的。所以，我们要稍加变化，就能引他们上钩。你想怎么干？如果明天我们就这么前往，肯定占不到什么便宜。所以，我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。我还是不明白。白水宫大多都是女眷，而火魔神都是男丁。他们的营寨都相距一段距离，而且都是各自巡逻。所以我们就假装攻击白水宫，引火魔神出来，然后趁机偷袭火魔神。你只说对了一半。我们是要佯攻火魔神，而不是白水宫。一定要让白水宫来鼎力相救。白水宫的实力是最强的，虽然他们都是女人。如果我们攻击白水宫，那么火魔神一定会进一步加强自身的防备。更重要的是，没有白水宫圣母的指令，火魔神是不敢轻易到白水宫的。说的有道理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用火攻，一定要让白水宫担心，这样，他们就会全力相救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火魔神最擅长的就是用火，而我们善用火，并不一定能控制火。你要知道，火魔神的营房存着大量的火器和火药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一排火箭过去，会怎么样？难道他善用火就能挡得住火吗？这次火魔神势必大乱，我们再趁机大喊大叫骚扰他们。白水宫的人看见火光的时候，一定会来相救。你说的不错。现在白水宫已经失去了土龙子，我想不会再愿意失去火魔神。只要他全力出击援救火魔神，到时候他的中军势必空虚。那个时候我们用火攻，一定能烧毁他们的中军。那还等什么？先不急。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嗯。跟上。不好，我们中计了，走。怎么，你也想跟我动手？你要杀木狼，先杀我。木狼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加不加入白水宫？做梦！别动！别动！木狼！他不是有软甲护体吗？死不了的。你答应过我不杀他的，他把软甲给了我。你最好不要动，你浑身被烈火弹所伤，只能在我这药池中慢慢疗伤了。你这老妖精，我对你势不两立。都这样了，
还那么嘴硬。其实我不想这样。原本呢，我是希望五行教能在江湖上重新立起来。不用花言巧语。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，毕竟你爹死在了我的手上。我没让你爹做什么坏事，我只是希望他能够跟我合作。合作？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？火魔神土龙子，不都答应和我白水宫合作了吗？我只是搞不懂，为什么你爹却要那么固执，不肯跟我合作呢？我已经劝说了好几次，你爹非但不听，还连杀我3名使者。俗话说，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所以我自然要用神水给他点苦头吃。你杀了我爹，还将火魔神烧了青木堡。什么青木堡、白水宫、火魔神，说到底还不都是帮派？帮派之间明争暗斗、打打杀杀再正常不过了。要打要杀就会死人，只可惜你爹命不好，这回轮到他死了。就算我什么都不做，你以为青木堡就会安全吗？你爹难道就不会抓住任何的机会来攻打我白水宫吗？我说的没错吧？我不喜欢杀人，否则的话，我何必救你呢？你这个老妖精，不管你说什么，你杀我爹这笔血债是逃不掉的。哼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要杀了你。哼，好，那我们试试看。好好陪着他吧。你还在担心他？当初要不是他把软甲给了我，他就不会受伤。都是我太傻，都是我害了他。我相信他说他武功强，不用软甲也没事的。就算他真的有软甲，也不是圣母的对手。但是，他担心你，才给你穿的。可是看到他在瑶池里受苦的样子，他不会有事的，你放心。怎么不会有事？都伤成那样了，还说不会有事？如果圣母要杀他的话，早就已经动手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？我真不明白圣母为什么要这样。除非有别的事。圣母曾经跟我提过有关神木令牌的事。什么令牌？和白水宫有什么关系？神木令牌是青木堡的圣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白水宫千方百计的想要得到它。我不打扰你了，早点休息。
深更半夜不辞而别，怎么连做客人的规矩都不懂？让开！上！别追了！参见圣母。属下疏忽，罪该万死。没你们的事，是我故意放他们走的。起来吧。你也不好好想一想，我白水宫看管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松懈过？属下也正不明白，好不容易把他们抓来，圣母娘娘不把他们关在牢里，还让他们自由地走动，甚至连兵器都让他们带着。不这样的话，他们怎么能偷跑呢？放他们走，正好可以给我带路，带我去拿我想要的东西。我这就叫人准备出发。不用了，这次我一个人去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在这儿留意脱尘的一举一动，免得他给我惹麻烦。遵命。遵命。母老，我们到了。你休息一下。等等，能帮我一个忙吗？说。神木灵牌，有了它，就可以号令五行教。大藏，帮我保管它，千万不要让它落在白水宫的手里。放在你那儿，我觉得最安全。把令牌给我。这令牌是假的，我想他也不知道这块令牌是假的。圣母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只是想要令牌，我不会杀你们的。你救救他，他快死了。他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拜托你。我可以救他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：加入我白水宫。放我出去！你们放我出去！放开我！放我出去！大藏，你……我答应了圣母，帮白水宫做事。你不用这样看他，他是为了救你，才肯答应加入我白水宫的。你这个朋友真够意思，比我们中原人还重义气。我曾经救过他的命，可他就是不肯加入我白水宫。没想到这次为了你，他却愿意帮我做事。没错，我攻打青木堡，就是为了得到神木令牌。你不要忘了，那是我们青木堡的圣母。
怎么，连想做英雄的人也会说假话？神木令牌可是五行教的令牌，这一点你不会忘吧？那是青木堡的先人从五行教派中承接下来的。那是你的先人说了谎。想当年五行教主仙逝以后，五行教被分裂成金木水火土5派，连掌管五行教法令的天山九魔也震慑不住。他们各持一派，大打出手。混战之中，神木令牌就此失落。神木令牌的失落，使得掌管令牌的天山九魔成为众矢之的。他们深知在此处已经没有办法容身，只好回了天山老家。随着时间的久远，就再也没有人知道神木令牌的事了。你怎么知道他在青木堡？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青木怪侠欧阳梅尘的名字？那一定是我们青木堡的英雄。怎么？你爹没有告诉过你吗？哦，我忘了，那家伙一辈子干了不少坏事，你爹一定觉得羞耻，没好意思告诉你吧？我不许你胡说！你以为他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不过是个鸡鸣狗盗之徒。没错，神木令牌是他偷的。只可惜呀，他手里的那个是个假的。你凭什么说它是假的？神木令牌可不是个平常的东西，它上面刻着一种神秘武功的要诀。这不可能，我从小就见过神木令牌，上面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呀，你也被骗了。如果真的有神秘武功，那为什么要刻在令牌上？难道是故意给天下人看吗？为什么不呢？令牌上的武功就是藏传佛教的土母功，传到这里已经没有人看得懂了。刻在令牌上，正好看看天下有谁能看明白。只可惜呀，连五行教主都看不懂的东西，别人就更难看懂了。哼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我不期望你相信，我只是告诉你事情的真相。神木令牌如果是真的，你说我会舍得给你吗？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我答应加入白水宫，但是绝对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这个条件我不是答应过你了吗？再说了，你以为我白水宫只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吗？但是你们的行为并不光明正大。你到底找我干什么？我想暂时离开一下。离开？去哪儿？白云观。救珠儿吧。难道他真的对你这么重要吗？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师父之外，他是对我最好的人。那好，难得你这么专情。这么说你答应了？我不答应，你不也是会去吗？是。好吧，我就让王大娘陪你一起去吧。一来江湖上的事她比较熟悉，还有珠儿是她的孙女，除了能照顾你之外，还能帮你出出主意。大藏，我知道你武功了得，但有些事情有些时候是不能只靠武力来解决的。我知道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怎么救珠儿？
直接要人。要是他们不给呢？你别忘了，白银观里的高手何止千百个，你能个个把他们都杀掉吗？大藏，遇到事情的时候要多想一想，能智取的时候千万不要动武。我让王大娘陪着你，就是为了给你提个醒。多谢圣母。怎么你会在这里？我是来辞行的。原来你也要走了。珠儿的事情不能再拖了，木狼的事就拜托你了。他不会再相信我了。当初他把软甲给了我，现在他受了伤。如果他知道我是白水宫的人，会更恨我的。千万别这么说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要走了。去哪里？去找紫衣侯。还不死心呢？父王交代的事，我是一定要做到的。更何况我已经答应了圣母，要替他传递紫衣侯的消息。没想到，我堂堂一个大宛国的郡主，现在却要受制于人，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。无所谓啊，只要你有信念的话，就算你在紫衣侯身边，我也信你。走了。小二，来碗面。哎，好的。当时啊，真是特别巧。是吗？客官，您的面来了，请慢用。哎呀，小二，哎，上酒。好嘞，好酒一壶。人在江湖走，腿脚太嫩可不行啊。客官，您的酒来了，您慢用。怎么装不认识？就你这点功夫，还想甩掉我？哟，是金大侠，真没想到能在这种地方碰上您啊！哎呀，不过不巧啊，我没时间陪您喝酒。哎，你，哎，各位兄弟，不要生气。这样的，今天我大哥呢特别开心，想请各位吃碗面。哼，这小孩子家的胡说八道，你们也相信呐？哼，真是猪脑子呀！放屁！杀！哎，你这个小毛孩子，还有什么把戏啊？啊，你以为这样就能逃得掉吗？金大侠，就你那点鬼花招啊，哼，只能算是雕虫小技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把我惹恼了，我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大侠饶命，我可不敢惹您。我真的有急事，您就放我一马好不好？宝玉，我是看在紫衣侯的面子上来照顾你，
应该算是对你不薄啊。说，为什么不辞而别啊？金大侠，实不相瞒，我要去救奔月。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！救奔月？啊，你凭什么救奔月啊？你是凭武功还是凭力气呀？你和奔月又有什么关系呀？人家凭什么把奔月交给你呀？你看，你看，我就知道告诉你也没有用，你肯定不会让我去的。我当然不会让你去，去送死吗？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去救人，只怕人没救出来，还要坏了大事。那难道眼睁睁的看着奔月被抓走，而坐视不管吗？不是不管，哼，此事我们还要从长计议呀。等你们计划周详，一切都晚了。如果你执意要去，我也不会拦你。这样，你先过了我这一关，只要你能打败了我，我就让你去白云观救人。你明知道我打不过你，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？你知道就好啊，那你就乖乖的跟着我吧。啊！我怎么这么没用？爹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奔月，我没用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救不了你。哭什么哭啊！大丈夫有泪不轻弹。你这样哭哭啼啼的，哪儿像个男子汉？真没出息！我连自己最心爱的人我都救不了，我还什么脸面再见人？不如让我死得了。你为什么要拦着我？我为什么拦着你？你这样去送死，会被天下人耻笑的。你外公、你爹，还有奔月，都希望你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、大英雄。可你呢，自不量力，被美色冲昏头脑。你爹要是在天有灵，也会为你感到耻辱的。那我该怎么办？躲起来从头学武，等上5年、10年，到那个时候，奔月早被人害死了，我再去把仇人找出来杀了，那一切都晚了。我从来都没想过当什么大侠，更没想过武功天下第一。我只想救奔月，哪怕只有1线机会，我也要试一试。你真的愿意为救奔月豁出性命来吗？就算被人打死，我也要上白云观。霍大侠，这一步可是宝玉逼我的呀。在下也希望你的在天之灵能保佑他。此事极其凶险，你可要想好了啊！我想好了。这是什么？如果你小子有造化，他也许能帮你完成心愿啊。但是最有可能的是，你是自取灭亡啊！嗯。这本公谱是剑阁老祖传下来的，
书上所有的功法，就是必须把自己埋在地下9天，方可修炼完成。这从古至今，已经不下15位武林高手都试过它，可是至今还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呀。宝玉啊，此事的确十分凶险，做与不做，还靠你自己定夺呀。想要做大事，自然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。我真是疯了呀，竟然想出这么个办法来。全天下能有几个人见过剑阁老祖留下来的秘功？我知足了。这弄不好，那我真是害了你呀。如果老天有眼，助我练成神功，那自然是件好事。如果真的遇到什么不测的话，我也没什么好怨的。正好下去陪我爹，我绝不会怪你的。别人都说我金祖阳举止癫狂，我看你也差不多。宝玉，记住，之所以把自己埋在地下9日，就是因为这套功法最讲究的就是一守时的状态，周围的环境要绝对安静，哪怕是一丝一毫的风声，都可使练功者走火入魔。而且练功者还要做到100%的心无杂念呐。我想以前没有人练成，多半是没有人能做到100%的心无杂念。要想连续9天保持这个状态，普天之下还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呀。那我就赌一把。宝玉啊，你看，那上面有个山洞，你进去之后，我就会把洞口堵死。我会在外面等你9天，记住，一定要做到心无旁骛，啊！爹，金大侠，还有诸位前辈们，愿你们助我练成神功，早日救出奔月。你的爱永远是心中的秘密，肯定你，我永不后悔。为了你，我忘掉所有恨与泪，哪怕有家不归。和你走再长的路也无所谓，
是要让你为我把长剑收回。你的泪不为红颜又为谁？你的泪又为谁？孤独的人，有我在红尘中陪你醉，不放弃，爱你到天涯都无悔。花开花落不变的事情，无怨无悔，你是我猜不出的。